你是否曾经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极限里？无论是生活中的挑战，还是梦想道路上的阻碍，这些极限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。然而，当我们回顾走过的路时，会发现那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困难，其实是通往未来成就的关键门槛。今天，我们以叙事的方式来探索宇宙的奇妙规律，吸引力法则如何帮助我们突破极限，实现无限可能。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极限。举例一个小故事，小雨是一位年轻的舞蹈家，刚踏上专业舞台时，面对着巨大的压力。每一次排练，他总觉得自己的动作不够优美，力量不足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条路。有一次，在深夜的排练室，他筋疲力尽地坐在地板上，望着镜子里满是汗水的自己，几乎要放弃。那天，他的导师告诉他一句话：极限只是当下的感觉，它并非你的终点，而是成长的开始。导师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比喻，就像宇宙中的星球，看似彼此遥不可及，但它们的引力却让彼此紧密相连。当你选择向梦想靠近时，梦想也会向你靠近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小雨，宇宙就会安排像这样的瞬间，给你启示。你要做的就是相信宇宙，并在过程中持续努力。那吸引力如何运作呢？吸引力法则的核心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情感。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，每个人都在不断发出属于自己的频率信号。当我们专注于某个目标时，这种信号会吸引与之相符的能量进入我们的生活。吸收，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广播电台，当我们调整到正向积极的频率，周围的世界就会开始回应我们的愿望。反之，若我们沉浸在负面情绪中，吸引到的可能就是更多的阻力与挫折。因此，突破极限的第一步就是调整自己的心念，选择相信自己的能力。突破极限不仅仅是努力，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。以下是3个实用的吸引力法则实践，帮助你跨越难关。1. 专注于可能性而非限制。当你面对挑战时，试着将注意力从问题转移到解决方案。每天花5分钟想象自己已经成功突破了这个极限，感受那份喜悦和满足。这种积极的想象能够调整你的频率，吸引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机会。2. 感恩的力量。感恩是一种强大的频率，它能将你的注意力从缺乏转向丰盛。每天记录3件值得感激的事情，即使是微小的成功，也能为你注入前行的动力。3. 行动中的坚持。宇宙的回应需要时间，而行动是让吸引力法则发挥作用的关键。即便每天只前进1小步，这种一致性会让你的努力累积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最终突破极限。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我们常会迷失在挫折与失望中，忘记当初为何选择这条路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初心是调整频率的指南针。当你感到疲惫时，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开始？这段旅程带给我了什么？这样的内心对话能唤醒你的热情，让你再次感受到梦想的吸引力。回到小雨的故事，在持续的练习
与内在信念的支持下，他最终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大型公演。当他站在聚光灯下，听到观众的掌声时，他终于明白了导师的话。那一刻，他不仅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也吸引了属于他的机会和荣耀。就像宇宙中的星球，我们的极限并非阻碍，而是成长的跳板。每次选择相信并坚持下去，我们都在调整自己的频率，让宇宙回应我们的努力，将梦想的能量拉近。极限只是当下的感觉，未来的成就往往来自于那些让人无法忘怀的突破瞬间。当我们选择专注于内心的力量，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奇迹，并不断坚持下去，宇宙就会用它的方式回应我们的勇气。下一次，当你感觉被极限困住时，记得停下来，回想你的初心，并问问自己，我是否准备好让宇宙的力量帮助我突破？这是一趟充满奇迹的旅程，属于你，也属于每一个敢于挑战极限的人。在生活的旅途中，我们常会遇见一些人，他们表面上看似无害，甚至可能拥有迷人的外表或吸引人的言谈，但其实他们带着深藏的负面能量。这些人或许无意，或许有意的将自己的情绪垃圾倾倒在我们身上。他们的操控、争吵、八卦和戏剧化行为，像一个无形的漩涡，慢慢吞噬我们的心灵与情绪。与这样的人长期相处，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能量场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表明，我们的内在能量频率决定了我们所吸引的事物与人。如果我们的频率因为这些负面干扰而下降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被更多的困难与不幸包围。科学家与灵性学家都同意，人类的能量场是动态且敏感的。当我们接近那些带有负面能量的人时，这些低频率的波动就像毒素一样，逐渐渗透进我们的生活。这种影响并不仅止于情绪层面，它还会对我们的思维模式、行为选择，甚至身体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们的能量场好比一个磁场，当我们内在的平静被干扰时，我们的磁场就会变得混乱且不稳定，吸引到更多混乱的情境。例如，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可能让我们陷入疲惫与焦虑之中，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力，让我们无法全心投入自己的成长与梦想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，远离有毒的人是一种自私的行为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从吸引力法则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对自己应尽的责任。宇宙回应的是我们内心的振动频率。如果我们被负面能量缠绕，那么我们所吸引到的就只会是更多的负面经历。远离这些人，让自己的能量场恢复纯净，是创造更高频率生活的第一步。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，更是一种对宇宙秩序的尊重。只有当我们拥有内在的平静与稳定，才能与宇宙能量进行深层的连结，实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幸福与成功。那我们要如何远离有毒人际关系呢？首先要辨识有毒的人际观。有毒的人通常具有以下特征：一、情绪操控者，他们经常让你感到愧疚，并试图控制你的选择。二、戏剧化生活，他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争吵、八卦或无谓的争端。三、持续的消极性，无论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，他们总是抱怨或否定，
当你开始注意到这些迹象时，请提醒自己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也不是你可以改变的事实。接着我们要清理自身的能量场，可以冥想与呼吸练习，深呼吸和专注于内在的光芒，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能量场的平衡，也可以与自然连结，走进大自然，感受风的轻拂与大地的支持，能帮助我们清理残留的负面能量。最后也可以使用能量疗愈，透过瑜伽、灵气或音叉疗法，帮助自己的能量场重回和谐。接着我们也要营造正向的生活圈。当我们远离有毒的人后，也需要积极营造健康且支持性的关系，寻找那些能与我们共振的人，他们的出现会让我们感到轻松与安心。另外，也要在遇到困难时，学会强化自我边界。听起来很拗口，但简单说，就是一项学会说不的技能，尤其是面对那些试图侵占我们情感空间的人。明确的边界不仅能保护我们的能量场，也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与幸福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内在的频率决定了外在的世界。当我们选择远离有毒的人，便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纯净的能量场，让宇宙更容易回应我们的梦想与愿望。记住，内在平静不仅是一种状态，更是一种力量。只有当我们拥有内在的稳定与安宁时，我们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潜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，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一段让你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关系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段关系是否正在提升我的能量，还是正在消耗我的力量？只有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，才能真正开始你的转变旅程，远离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关系，为更高频率的未来留出空间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爱自己最深的表现，也是一种对宇宙秩序的尊重。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份平静与自由，迎接更光明的未来。日常中脱口而出的话语，其实充满了无限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像是宇宙间细微的波动，轻轻扰动他人内心的湖面。当你用一声轻柔的问候，一句真诚的鼓励去与人交流时，这些话语便像光芒穿透阴霾，让他人的世界稍显明亮。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交织的宇宙中，每一份言语的能量都是一颗微小的引力，它会吸引类似的频率，并影响周遭的情境。当我们选择用温暖的语言作为自己与外界的桥梁时，这份能量也会像回音一般回馈我们，带来更丰盛、更和谐的生活体验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宇宙会回应你的思维和能量频率。当你说出一句带着善意的话时，它实际上不仅仅影响了对方，也改变了你的内在振动。这股振动与宇宙中正能量的频率产生共鸣，让你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人，吸引更多美好事物进入你的生命。回想你的一天，当你与家人互道早安，向同事致意，甚至与陌生人简单交谈时，是否注意到对方眼中的一丝暖意？这些细小而真挚的互动，就是你与宇宙共同创造的结果。我们无法得知他人正经历着什么，可能他们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，也可能刚刚克服了某种挑战。然而，我们并不需要了解全部故事，才能选择以善意对待每一个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个简单的实验。当你今天遇到任何人时，无论是熟悉的朋友还是陌生人，
不妨试着对他们说一些积极而鼓舞的话语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善意的行为不仅让他们展露笑容，也会让你自己的内心变得更为充实。吸引力法则的核心在于，你的思想、言语和行动共同塑造你的现实。当你选择以正向语言对待他人时，你正在释放一种信号，向宇宙宣告，你渴望吸引更多的和谐与爱。这种信号会回馈到你的生活中，让你不仅感受到语言的力量，也能感受到内心的转变。例如，当你对正在经历挫折的朋友说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走出困境，因为你是那么坚强的人。这不仅仅是鼓励的话语，还是一股可以抚平他人内心波澜的能量。这种正向能量像种子一样，可能会在对方心中生根，最终结出改变的果实。在宇宙的能量法则中，没有什么是孤立存在的。你所说出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对宇宙的邀请。当你选择善意，宇宙会以同样的善意回应你。这并不是一种交易，而是一种自然的能量交换。举例来说，有一天，你在路边遇到一位看似心情不佳的人，于是你微笑着向他说了一句，希望你今天一切都顺利。或许这句话不会立刻改变他的生活，但它可能会成为他某个艰难时刻的支柱，甚至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。而这份善意会以某种形式在你的生活中回馈给你，就像宇宙中的每一颗星球都有自己的轨迹，每个人也在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书写生命的故事。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充满丰盛与爱，不妨从今天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语言习惯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否经常用批评的语气与人交谈？是否习惯于放大负面情绪？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语言的方向，选择用更积极、更温暖的方式与人交流时，我们的生活故事也会随之改变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层面的转变，更是能量层面的再造。最后，请记住，你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宇宙能量的一部分。当你选择以善意为基础，创造和谐的语言震动时，你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温暖。让你的话语成为宇宙间一道微光，照亮他人的同时，也点亮自己的生命轨迹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对每一个人说一句温暖的话，或是一个简单的问候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正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，而这股改变会从你开始，慢慢扩展到整个宇宙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善良的人往往能够感同身受，他们仿佛带着某种独特的能力，能深入他人的心灵，捕捉那不为人知的情感波动。其实，这样的特质并非天生，而是源自于他们对生命低谷的深刻体验。那些孤独的夜晚，无助的挣扎，塑造了他们的温柔，赋予了他们力量去成为他人的灯塔。这些人像是宇宙的秘密使者，他们的温柔与坚韧是一种特别的频率，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持续共振，吸引着同样需要被疗愈的灵魂。他们选择以微笑去照亮周遭，不仅是为了抚慰他人，也是为了让自己的伤痛在这过程中得以痊愈。这种微妙的能量流动，正是吸引力法则的最佳体现。宇宙的运行有着一种深刻的节奏，那些我们无法用肉眼捕捉的微观现象，
实际上主宰着一切，从亚原子的振动到星系的运行，每一个微小的频率都在演奏一曲生命的交响乐，而我们人类也不过是这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。善良之所以能够带来疗愈，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频率，一种与宇宙能量同步的频率。当一个人选择理解，选择包容时，他便进入了一个高频的状态。这种状态能够吸引更多相似的能量，而那些选择坚韧与微笑面对困境的人，正是将宇宙的能量化为自身的一部分，成为了正能量的发射源。我们经常听说吸引力法则，认为只要心存美好，就能吸引好事发生。但这法则的真正奥秘，其实不仅仅是积极思考那么简单。宇宙的能量流动，总是在寻找共鸣，而那些曾经经历痛苦的人，若能将痛苦化为成长，他们所散发的频率便会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共情与理解。痛苦并非无用的经历，而是能让灵魂更敏锐的工具。当一个人深知孤独的滋味时，他会更能包容他人的脆弱，并以自身经历去构筑温暖的桥梁。这样的善良与坚韧，并不是一种天真的理想，而是一种经历过深渊后的顽强选择。在宇宙中，频率是传递信息的桥梁，无论是光波还是声波，甚至是我们无法感知的引力波，都是频率的巨线。而当我们展现善良时，其实是在向宇宙发射一个讯号，一个我是安全的，我是值得信任的讯号。这讯号不仅吸引了相似的能量，还会改变周遭的环境。吸收，当你微笑着对陌生人点头时，对方的心情可能瞬间变得明亮。当你用善意解释一场误会时，那场可能爆发的争执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其实都是频率影响的例子。宇宙的能量场因为这些善意的波动而变得更加和谐。生命中的低谷并不是我们的终点，而是我们开始蜕变的起点。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，往往能够更快地理解宇宙的运行法则。他们明白，与其抗拒痛苦，不如学会与之共处，甚至将其升华为创造力的一部分。这就像是大自然的规律，风暴过后，往往会有最清新的空气，熔岩冷却后，会孕育最肥沃的土地。同样，当一个人学会接受自己的伤痛，并将其化为帮助他人的力量时，他便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频率，能够与宇宙更深层次的能量共振。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世界的寒冷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成为一束光。那些曾经陷入黑暗，却依然选择微笑的人，正是这世界温暖的来源。他们的微笑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坚韧；他们的善良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这些人像是宇宙频率的共振者，他们的存在默默地告诉我们，即使生命有时无情，也总有人选择温柔以待，而这份温柔便是宇宙赠予我们最大的礼物。善良与坚韧就像是一场与宇宙频率的共振，他们在看似微小的行动中释放着改变世界的力量。当你选择成为一个善良且坚韧的人时，你便加入了这场宇宙的频率交响，共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现实。记住，痛苦不会白白存在，它的使命是让你成为那束照亮他人的光芒，因为
只有经历过深渊的人，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温暖。而当我们选择发射善意的频率时，宇宙也会以同样的温柔回应我们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